三大群体成为艾滋病高发人群，身体有艾滋，8个信号很明确。小林刚退休没多久，身体一直还算硬朗，孩子们工作忙，平时就他自己在家。最近，小林发现自己老是没精神，晚上睡觉时出汗多，有时还会发低烧。可接下来，他的脖子和腋下淋巴结肿大了，还总是拉肚子，连散步都没力气了。小林忍不住开始担心，这是不是身体在求救？很多人以为艾滋病离自己很远，觉得日常生活不会有风险。其实不然，再加上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，很多人即使出现症状也不愿去检测，怕被人指指点点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识别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？健康面前没有年龄特权，所有人都应该正视艾滋病，保护好自己，关爱他人。1、艾滋病高发人群的现状。说到艾滋病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是离我很远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艾滋病的感染人群分布越来越广，而且有些你可能意想不到的人群正成为高风险群体。过去，艾滋病高发人群的标签似乎总是和特定的行为有关，但如今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老年人感染艾滋病的情况近年来越来越多见，部分老年人在丧偶之后，孩子们忙于自己的生活，老年人常常感到孤独。为了缓解孤独感，有些老年人开始寻求社交和亲密关系，但由于缺乏性健康知识，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意识去采取保护措施。很多老年人并不习惯使用安全套，认为这和他们的生活格格不入。其实，艾滋病并不会因为年龄的不同而有任何偏爱，而一旦感染，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往往难以支撑复杂的治疗，抗病毒药物效果也会差一些。再来看年轻人，这一代的年轻人接受的信息丰富，思想开放，但也容易被误导。一些人对艾滋病的了解其实并不深刻，他们可能误以为艾滋病只会出现在特定人群中，不会找上门来。特别是在青春期到成年早期，很多年轻人缺乏必要的性教育，常常凭一时冲动行事，却忽视了性行为的健康风险。很多年轻人因为自尊心和面子问题，不愿深入了解性健康知识，反而觉得这些话题难以启齿，所以也就对艾滋病防范意识不足。大学生群体是一个特殊的年轻人群体，他们刚脱离父母的管理，渴望自由与独立，却往往缺乏生活经验。一些学生容易受到同龄人的影响，认为追求刺激和体验是一种时尚或大胆的表现，再加上许多大学生对艾滋病的防范知识不足，对于高危行为的后果也没有清晰的概念。有些大学生在经济压力下，甚至会选择出卖自己身体，这进一步增加了艾滋病的感染风险。老年人、年轻人和大学生这三大人群各自都有不同的艾滋病感染风险，但共同点在于他们对艾滋病的认知普遍不足。2、艾滋病的传播误区。艾滋病在许多人心中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疾病，但现实是它的传播面远比想象的广泛，而且社会上对艾滋病的认识还存在很多误区。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患者的唾液、汗液甚至在日常接触中也能传染，所以会有意无意的对患者避而远之。实际上，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只有3个：性传播、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。这种日常接触传播的误解，不仅让患者备受孤立和歧视，也让很多人对防护的重点方向产生偏差，忽视了真正的高风险行为。部分人存在一种错误的观念，认为安全套可以100%防止艾滋病感染。虽然正确使用安全套能够有效降低传播风险，但并不能完全杜绝风险。因此，安全套并非万无一失的防护手段，而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措施。很多人还会因病耻感和社会偏见而刻意忽视艾滋病的相关检测，甚至认为不查就没事。其实，越是逃避检测，问题越有可能被忽视甚至恶化。对于母婴传播，也有一些家长对怀孕期间的艾滋病感染有很深的误解。其实，在规范的医学干预下，通过抗病毒治疗，感染艾滋的母亲可以大大降低传给孩子的概率，甚至可以完全避免母婴传播。所以，对怀孕的艾滋病感染者不应该另眼相待，更不应该让他们承受额外的压力。其实，真正有效的艾滋病防控，不仅是防治病情的扩散，也包括消除对患者的偏见和歧视，
帮助他们勇敢地面对治疗。社会如果对艾滋病患者更加包容和理解，不仅能够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，也能让更多人对艾滋病有正确认识，从而避免感染。总结来看，艾滋病的防控除了科学知识的普及，更重要的是打破认知误区，不再对患者谈爱色变。3、感染艾滋的8大信号。艾滋病并不是一接触病毒就立刻发病，虽然早期症状可能不像重感冒那么明显，但身体还是会给出一些小信号，提醒你有异常。这些信号看似普通，但如果同时出现，就要引起警惕，尽早去检测。发烧是艾滋病感染后最早的症状之一，很多感染者会在病毒进入体内的头几周内出现发烧，体温往往在37.5到38度之间，这种发烧会持续很久，吃退烧药也不见效。淋巴结肿大是艾滋病早期另一常见的表现。我们身体的淋巴系统是免疫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艾滋病毒攻击免疫细胞会引发淋巴结的肿大，尤其是在脖子、腋下、腹股沟这些位置，摸起来硬硬的，甚至有点疼。腹泻也是早期艾滋病的一个信号，有些感染者的肠胃会变得非常敏感，容易腹泻，即便饮食清淡，也会出现频繁的水样腹泻。更奇怪的是，有时腹泻会持续几周或更长时间，吃止泻药效果也不明显。乏力是很多人容易忽视的信号，人到下午就感觉身体透支，提不起劲，干点小事都觉得吃力。这种乏力感有时会随着病毒在体内活跃而加剧，让人感觉累到骨头里，而且持续的时间会特别长。盗汗也是身体对艾滋病感染的求救信号，尤其是在夜晚。夜间盗汗是很多慢性病患者常见的症状，艾滋病感染者的盗汗可能会反复发作，特别是在感染的初期阶段。皮疹是艾滋病患者可能出现的皮肤信号，虽然不太痒，但这种皮疹会突然冒出，也会随着时间慢慢褪去，过几天又出现。由于这种皮疹不痛不痒，很多人不当回事，但其实是身体在提示你免疫系统正在被病毒攻击。疼痛，尤其是关节疼痛、肌肉酸痛，有时还会伴随喉咙疼痛。艾滋病感染者往往感觉肌肉和关节疼得厉害，走路、活动时会感到酸痛无力。口腔溃疡是艾滋病感染早期常见的另一个症状。感染艾滋病后，免疫力下降，口腔也会变得敏感，容易出现溃疡。很多人可能偶尔也会口腔溃疡，但如果你发现溃疡反复发作，舌头、嘴唇上经常起小泡或溃烂，甚至持续不愈合，可能要留心。这些信号可能出现在不同的阶段，虽然单独出现时不一定就是艾滋病，但如果你有过高危行为，又有以上几种症状反复出现，建议及时去专业机构检测。4、如何消除社会偏见？谈到艾滋病，很多人心里还是会打个冷战。虽然医学和科普在不断进步，艾滋病也已经从曾经的绝症变成一种可以控制的慢性病，但社会对艾滋病的偏见依然存在。其实，打破这种偏见的第一步，就是要明白艾滋病并不挑人，无论是谁，只要感染了，就需要科学的关爱和有效的治疗。在生活中，很多艾滋病患者不仅要面对疾病的折磨，还要忍受心理上的煎熬，被误解、被孤立、被标签化，这些偏见让患者不敢开口寻求帮助，甚至可能选择隐瞒病情，延误治疗时机。其实，艾滋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心理状态。社会的关爱和理解是帮助他们保持良好心理的重要因素。很多艾滋病患者的内心都渴望得到平等的对待，渴望可以像普通人一样生活。要打破偏见，最重要的是从教育和科普入手。学校和社区可以开展艾滋病知识宣传活动，通过真实的案例和科学的知识，让大家正确了解艾滋病的传播方式和治疗手段。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也体现在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上。一些地区已经在推进艾滋病患者的权益保护工作，比如保证他们在就业、医疗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。通过政策支持，可以减少患者在求职、就医过程中的歧视现象，让他们能够享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。消除对艾滋病的偏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但每一个理解的眼神，每一份关爱的行动，都会让患者感到温暖，帮助他们积极面对生活。结语：
随着传播途径和高危人群的多样化，艾滋病不再是特定人群的标签，而是整个社会共同面对的健康议题。老年人、年轻人、大学生这三大群体成为高发人群的原因复杂多样，有的是因为孤独缺乏关爱，有的是因为缺乏性健康知识，也有的是受到不良社交和网络环境的影响。这些人群的感染现状告诉我们，艾滋病的传播源于健康教育的缺失和人们对安全性行为的误解。消除这些误区，让大家了解正确的防护措施，才是降低感染率的根本途径。了解艾滋病的8大信号，学会在早期识别疾病，有助于及时控制病情，延缓病程。通过对艾滋病传播误区的科普宣传和消除社会偏见，我们不仅能有效控制艾滋病的蔓延，还能营造一个更加包容、健康的环境。真正的健康防护不仅是身体的治疗，更是心灵的支持。唯有社会各方共同努力，才能使艾滋病患者获得平等和尊重，也让全社会在面对艾滋病时更为理性。